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西藏拉萨。说到西藏，大家首先想到就是高原，有冰川、冰雪，非常漂亮。那西藏还有很多神奇的地方。众所周知，西藏绝大部分人是不吃鱼的。我们是在内地，可能经常会吃鱼，但这里呢，基本上是不会。但是也有例外，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，就是被称为西藏唯一一个吃鱼的村落。有例外的就是这个峻巴渔村，它是位于拉萨曲水县。那这个村的村民以前就靠吃鱼、捕鱼、钓鱼为生。这个村按照网上一些记载说法，存在的时间比较长，它是三面环山，一面环水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，都是光秃秃的石山。那村民如果住在这里，在上千年前，他要生活，那怎么办？肯定得想办法了。这里种植农作物又不方便，那交通也不方便。那刚好这里有一条河流，那只能在河流上，找寻东西生活。就我们常说的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他这里靠山吃不了，那只能靠水了。于是这些村民就去河里面打鱼、捕鱼。当然，他们不是出去1天2天。是出去10天半个月，可能顺着江河到100公里之外都有可能，就跟我们现在去海里面打鱼是一样的，收获比较多才回来。回来之后，他们那些鱼呢，自己留下一部分，那大部分呢，可能就拿到集市上去，卖或者是兑换物品。因为高原嘛，物资比较紧缺，他们要兑换一些生活必需品，比方说调料这些。在这里碰到一位当地的阿姨，他们刚刚干完活回来。反正来到西藏，到处都能看到，他们都把自己包拾得严严实实的，因为紫外线太强了。在这里看到一艘以前留下那种牛皮船，就是他们去打鱼为生的工具。现在进去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峻巴村的人，他们捕鱼的工具，一艘小船，跟我们看到的船完全是不一样吧？它是用牛皮制作而成的，很结实啊，很干，然后用那些牛皮捆绑起来。这个船在雅鲁藏布江行驶，我感觉还挺危险的。他们当时捕鱼就是从这个村旁边的河流顺流而下，大概7、8公里就到达雅鲁藏布江。那在外面捕鱼差不多10天半个月。那当时可能里面也有好几个人。那这个牛皮也是经过好多块组合而成，你看全部是缝起来的。因为它这边可以看到周围都是山，所以那种木头呢比较少，而且那些木头建造船成本比较高，因为首先要请工匠，有材料，所以呢他们可能条件不够，那只能打造成这种那个小船。因为牛羊他们都会养殖嘛，所以呢就弄成这个样子的，看起来非常简陋啊，有点像那个羊皮筏子，这也可以称之是牛皮筏子。我是有时候是感觉，如果碰到那个波浪大鱼怎么办？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在古代生活的不容易。像这样的船单单放在江河里面，我们感觉都会让人害怕，而当地的村民他们要在这个船上劳作，我们从脑海中也能想象得出来，非常艰险。当然现在肯定去这些捕鱼的比较少了，因为生活条件各方面都提升了，然后还可以在家里养殖一些东西，像这个牛羊都行，那就不用那么危险的去捕鱼。现在这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搞养殖业。这个峻巴族的村民在以前捕鱼为生，还是受到其他那些藏民的歧视跟鄙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西藏基本上是不吃鱼的，他们这个村子例外。因为西藏有个水藏，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吃鱼相当于是亵渎神灵，这是非常不好的。故而很多其他村的姑娘啊，
都不愿意嫁过来。在另外一种说法当中，西藏吃鱼的禁忌是源于种因果忌杀戮，因为我们知道高原条件比较恶劣，特别是冬天非常严寒。你如果杀一只羊、杀一头牛，可满足一家人的饮食啊，但是你若用鱼，这些要满足家里的生活饮食，那鱼要相当之多，所以数量就会变大。那自然而然的话，它是种因果忌杀戮，它就会选择杀羊或杀牛。其实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这个鱼类的脂肪相对来说比较少，牛羊的话肯定会很高。大家可以看到北方严寒的地区，你像内蒙古，很多人也吃羊，它就是用这个来增加脂肪。尽管说有这种说法那种说法，但是这个峻巴村它由于是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草场资源少且没有耕地，独特的地理环境让峻巴村的人别无选择，想要生活下去，不得不依靠打鱼为生，环境决定的这个因素。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渔村。